我们大家先看这幅图啊，这幅图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？很多人都会误解了，说这张图的内容呢是从猿猴进化到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个过程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这张图想表达的意思啊，是说我们地球上曾经一共有15种类人的生物，而其中的14种都遭受到灭绝，只有人类就是我们啊存活到了现在。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其中的原因。让我们看一下这张图，在最左边呢是一只上猿，它被认为是所有类人动物的祖先，而这里的类人动物啊，指的是人类和各种的猿猴。下一种啊叫做原康休尔猿，是类人的动物中人和猿的祖先。直立人、尼安德特人、克罗马农人都是和我们或多或少有关联的。但是最令人诡异的是呢，在这15种人中有14种都已经灭绝了。而所以现在无论是什么肤色，无论是在哪个地区，我们都是同一种人，也就是图中最右面的这个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呢，都是有一些类似的物种同一时间存活在世界上的。比如说猫和豹子，它们都是本科上的猫科类动物。可为什么只有人类单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？这张图儿提出的这个疑问，至今都没有人可以准确的回答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已经被灭绝的古人类，也许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曾经有这样一个理论，说脑容量的大小啊，能反映出智商的高低。脑容量越大呢，智商越高。而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说的呢，是波斯卡普人。波斯卡普人这个硕大的脑袋，长得竟然有些神似科幻电影中的外星人。关于波斯卡普人，故事是这样的：他们最早啊是在1913年的一个秋天被发现的。2个村民正在大打出手，地点就是在我们今天南非的波斯卡普。2个人跳到了水沟之中，结果一脚啊踩到了一些碎骨头。2个人非常恐惧的把它捡起来骨头清理一下，发现呢还是一个头盖骨。第二天啊，他们就将这些骨头送到了当地的博物馆，交给馆长去鉴定。我们看完了这个神秘的矮人，我们再来看一个神秘的巨人。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地球上有姆大陆，姆大陆上面有巨人的文明，巨人的文明有一个首都，这个首都在姆大陆的最西端。后来姆大陆淹没了，它的国土被散落在南太平洋众多的岛屿上，它的首都所在的高山就是今天的台湾。在现实中，2008年的时候，一个台湾的渔民打捞出来一个古人类的下颌骨化石，后来找来了研究员探究这是什么。研究员给出了2个结论：第一个，这个化石属于一个神秘古人类的下颌骨，很大，牙齿也很大，它们很有可能是某种高大的巨人。第二个，这个化石不是洋流冲过来的，而它是生活在澎湖的古人类，所以也给它起名叫澎湖 No.1。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的定论说它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就暂且称之为澎湖猿人。后来科学家也说，他们很有可能是40多万年前的冰河时代从亚洲大陆来到台湾的史前人类。当时的台湾是一个生活大量的大象、水牛并且气候宜人的世外桃源，但是也有科学家的主张，他们是一种全新从未发掘过的古人类。从他们的下颌化石就可以得出结论，他们是一个和所有古人类都不一样的远古巨人，并且他们身材非常的高大，可能轻松的猎捕大象、水牛，甚至可以穿越浅海和冰川。现在这块澎湖 No.1 的化石在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中，大家如果感兴趣啊，可以去看一看。那么澎湖猿人会不会就是姆大陆的巨人呢？人类有太多太多的谜团需要我们探索和思考了，不仅仅是这些消失的古人类，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的未知需要我们去探索。好的，这期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馆长说，这很有可能是某种神秘古人类的化石，于是又找到了一位古生物学家，而在2年之后对外宣布了这个发现。这个神秘的波斯卡普人的脑容量非常的大，那么有多大呢？大约是1830cc 到2030cc，而一般人的脑容量啊，就我们现在而言，仅在1370cc 左右，而即便是爱因斯坦那种天才，也就是1450cc 左右。那么可想而知，波斯卡普人的脑容量和我们天地差别。不久之后，2位英国的科学家也参与到这场研究中，复原了头骨的外貌，最终得出的真实数值是1980cc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
就是一个随便的波斯卡普人看爱因斯坦都是跟看弱智一样，如果看我们普通的人类呢，就像看猴子一样。怎么样，他们够聪明的吧？后来一位哲学家也这样形容了这个头骨，说他们是未来人的样子，头大脸小牙齿小。如果说他们是未来人这个结论要是行得通，那么未来人早已经存在于南非，而且是1万年前的南非。而且在后续的研究中，科学家也无法解释这种人的存在，只能说他们是以现代人的畸变。人类用了1.2万年的时间就从原始社会达到了现在的科技高度，而那么像神一样聪明的波斯卡普人，如果从1万年前开始发展，那么现在又会达到怎样的科技高度呢？所以会不会有一群波斯卡普人在地球之外默默地观察着我们呢？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个矮人族。或许大家都会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一个叫做霍比特人的矮人种群。当然了，这个种群也不是人们凭空猜想出来的。更夸张的事情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在印度尼西亚的南部的一个小岛上，传说丛林中有一些神秘的矮人，他们看起来就和正常人一样，但是只有正常人1半的高度。走起路来每跨一步，身体都会向左会向右偏的。他们爱吃生肉，而且还会甚至咬掉人的手指头，看起来他们非常的可怜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他们可怜的外表所欺骗了，他们叫做艾布勾勾，意思上是什么都吃得老了，并且从70年代起，科学家们就开始推想，这套传说究竟是来自于岛上的哪一种猕猴，还是真的存在一种矮人呢？在2004年，在一个叫做弗洛雷斯的小岛上有了惊人的发现。这年的10月份，印尼和澳洲的考古队在岛上找到了7个矮人的骸骨，每个个体都不超过1米，它们不属于任何的已知物种，很有可能是一种远古人类。根据初步的推算，他们生活在9.5万年前，甚至到1.2万年前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小矮人极有可能和现代人的祖先共同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所以关于这个艾布勾勾的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。后来研究团队在一次公开的演讲时直接称之为他们叫做霍比特人，因为从研究来看，他们真的和西方研究的霍比特人简直是太贴近了。古灵精怪，身材矮小，会使用火，脚底板平直而修长，前额叶和人类基本相同，甚至有可能有相当成熟的语言体系。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发现的克洛伊斯岛也是发现科莫巨蜥的岛屿。科莫罗巨蜥非常的大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蜥。目前已知最大的一只是3.3米长的蜥。在化石上的痕迹还显示，这些矮人曾经在岛屿上还猎杀科勒莫巨蜥。我们看完了这个神秘的矮人，我们再来看一个神秘的巨人。